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耀耀 TV。我和女儿彤彤期待1年的澳洲之旅，终于在2025年的暑假出发。我们是报名可乐旅游的东澳3城加海豚岛的行程。出发前半个月，可乐旅游以线上的方式举办行程说明会，旅途该怎么穿，需要换多少澳币，药品要怎么带，导游都有详细说明。换钱的部分，导游建议每人可以更换500到1000元澳币，大概就是台币1万到2万左右。但我个人觉得，以我们这一团来说，因为全程无自理餐，除非自己要买纪念品，不然这个金额其实有点多。另外，11天的行程扣掉第1天及最后1天坐飞机，实际跑行程的天数也还有9天。澳洲7月是冬天，冬天的衣服比较厚，势必会占用更多行李箱的空间。我们的行程会转3次的国内班机，都是搭乘维珍航空。可乐旅游提供的维珍航空行李托运的规定是，一件不能超过23公斤，行李长宽高总尺寸不能超过140公分。只能带24寸行李箱，9天呢，衣服塞不进去吧？就算全部压缩了，好像也没办法呢。还是我们3天换1次衣服，这样只要带3套。还是不管它，就带29寸行李箱，每转1次国内班机，我就付1次超重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是去问业务？可是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？官网都这样写了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上网找答案好了。幸运的看到有网友在我们出发前的2-3个月才搭乘过维珍航空，分享29寸的行李箱是行得通的。也看到有人说雄狮旅游的网站，维珍航空的长宽高总尺寸不能超过200公分。行前说明会向导游再次确认，证实28到29寸的行李箱是没问题的哟。说明会的最后，导游也创立了一个群组，请大家先加入。出发之前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再询问。行前有一个经验老道的前辈可以咨询，心里就觉得安心了。出发当天早上9点的班机，7点集合，以为会跟之前去越南一样，集体至航空公司的团体柜台托运行李。这一次的经验是跟导游报到领取登机证后，团员各自去自助行李托运柜台，不需要等全员到齐。很少出国的我是第一次使用，老实说有一点点紧张。还好输送带上方萤幕不断说明操作流程，也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协助，最后顺利完成托运。如果不会操作，就等待导游确认人数，发完登记证后，跟着导游一起走。只是我们这一团都是爸爸妈妈带小孩，没有银发族，所以大家都是自行托运出关，自行走到登机口等候搭机。因此抵达澳洲之前都还不认识团友。飞机9点10分起飞，澳洲时间晚上8点抵达，也就是台湾的晚上6点，两地只有2个小时的时差。有人建议在飞机上千万不要睡觉，不然抵达澳洲晚上会睡不着，隔天没有体力好好玩呢。可是坐在飞机上与外界隔绝，说是有提供 WiFi， 但实际无法使用，让我有充分理由无法接听公司来电，不读赖讯息。想到搭机的9小时，没有客人抱怨，同事求救，主管责问，彤彤也已经是高中生，无需我张罗吃喝拉撒睡，身心灵难得只属于自己的状态下，整个人彻底放松了。午餐后，飞机窗自动调成夜间模式。第一次搭长途飞机才发现，原来窗户还能这样调整。机舱内的灯光也渐渐变暗，整个空间像进入深夜。就算不打算睡，也忍不住闭上眼睛。9小时的飞行时间，我们享用了2餐，午餐和晚餐。我觉得长荣的飞机餐和星宇航空的一样美味，打破了飞机餐不好吃的既定印象。痛，好吃呢！长荣跟星宇这2家航空的餐不输彼此，良性竞争呢。晚上8点，终于抵达澳洲的布里斯本了。布里斯本机场都有简体中文的标示，对台湾旅客也相当实用。然后呢，我们理完行李集体集合的时候，总算见到团友的庐山真面目了。我是带我女儿跟她同学一起出来玩的。我们是一家4口一起出来玩的。我有小孩了，可是只有我们夫妻俩来了。进入下榻的房间都快晚上10点。跟团旅游一向是早出晚归，明早转机到雪梨，已经预期凌晨5点起床，但出乎意料，竟然7点半才乘换8点40出发，睡眠时间比想象中充裕多了。
因为飞机上睡了一整天，本来担心晚上会睡不着，但洗澡后躺在床上睡意没多久又来了。出国果然可以强迫休息啊！第二天早上11:05的班机，12:40抵达雪梨。到雪梨就开始跑行程，所以发放30元澳币，请大家午餐在机场自行解决。离早餐不到2小时，但怕撑不到晚上，我和彤彤决定还是买点东西吃。影片中的照片是我们想吃的：鲑鱼堡、丹麦面包、水果杯。其实照片是我预备点餐时要秀给店员看的，但店员看到我手夹着现金，直接跟我说：“我们不收现金，只能刷卡哦。”但因为呢，我一心想把这60元澳币花掉，只好放弃刷卡念头，心想还真的像网友说的，澳洲很多地方都不收现金诶。机场到处走，最后看到卖生鱼片的摊位，确定可以现金付款就买了。饱餐后，登机时间也到了。维珍航空呢是左右各3个位置，不过说也奇怪，昨天睡了一整天，晚上饭店呢又一觉到天亮，理应精神饱满才对，结果一坐下来没多久又睡着了。历经约90分钟抵达雪梨机场，行程正式开跑。第一站来到雪梨大学，出名原因是校园集4电影《哈利波特》中的霍格华兹城堡。第二站是雪梨明信片景点皇家植物园。从小就在电视上看到雪梨歌剧院，现在竟然能亲眼目睹，真的好梦幻。皇家植物园还有一个跟团必去的景点麦觉里夫人石椅。相传澳洲第5任总督麦觉里某次到英国汇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麦觉里的夫人便每天来到港口，盼望他的归来。后人为了纪念此故事而建造这座石椅。第3站是新南威尔斯艺术馆，导游简单说明后就让我们自由参观。晚餐地点是雪梨塔的旋转景观餐厅，360度的旋转设计，可以欣赏到雪梨的每一个夜景。出发前看到网友分享，雪梨塔的餐点是整趟澳洲行最丰盛的，实际体验后我也深有同感。饱餐一顿，晚上7点半就到房间休息了。这家饭店会连住3晚。这趟的澳洲之旅其实颠覆我对跟团的印象耶。印象里跟团都是早出晚归吧，但是导游说呢，澳洲他们很注重生活品质，所以司机的上班时间都是有被明文规定的哦。像我们大部分7点半左右就会回到饭店，以为会6、7点就起床吗？其实也没有。像是明天的重头戏岩石区的周末市集雪梨歌剧院，我们也是9点才出发，所以其实休息时间是蛮足够的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要开电视看 YouTube 咯，晚安。